一直以来，美国总是以上帝视角看待中美问题，还妄图左右其他国家的想法，让其一同对华释放出恶意。而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坚实的拥护者，怎么会放过这一有利条件，不停对美国表示自己的忠心？据悉，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时，莫里森发表讲话，这本是件严肃的事情，而其所讲的一句话瞬间打破遐想，让人看出其业余能力。莫里森一句呼吁全球应对中国，可谓是在现场掀起一片热议。众所周知，澳大利亚单方面对我国投以敌意，并多次将矛盾转向我国。可在这种场合下，莫里森的口误多少让人觉得不合适。没错，就是口误，能把全球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说成全球应对中国，这么尴尬的事情，或许只有莫里森能做得出来。不管其是不是失言，这都无法改变澳大利亚反华的心态。这哪里是口误，分明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妥妥的想要打压中国。不过这件事情也反映出来一个危机，有句话说得好，越是得不到的就越想得到。澳大利亚这边分明是走上了黔驴技穷的道路，对华施压没有办法，这才会无论何时何地都在想着这一方法。据相关人士分析，澳大利亚这是到了疯狂状态，为了逞一己之能，连面子都能丢。不得不说，澳大利亚这是走了错误的道路。事实证明，澳大利亚与中国叫嚣是没有好处的，而美国总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甚至给盟友致命一击，而澳大利亚最终会尝到恶果，明白跟随美国的下场是不会好到哪里的。事实上，这报应澳大利亚已经意识到了，并尝到了其中的苦果。外媒早就嗅出了里面的弯弯绕绕，一语就把澳大利亚尴尬的处境给摆了出来，就差把一句这下遭报应了吧点到明面上。从澳大利亚内部的一份数据看，在澳大利亚对华食品出口上，其占比明显出现出下滑趋势，从原来的第2名直接跌至第4名，巴美已经赶超了澳大利亚对华食品出口。这还不是最恐怖的，其整个趋势还呈现出下降。很明显，本来双方都可以实现共赢的，现如今因为澳大利亚的意气用事，整体情况变得更糟，自身的处境变得更加举步维艰。澳大利亚想要对华施压，却没想到被美国给卖了。在澳大利亚疯狂掉血的时候，美国连忙抢占市场，将利益达到最大化。显然，澳大利亚还离不开中国，如果其还痴迷不改，只能说是会面临更大的挑战，甚至是走上不归路。自中国崛起步伐加快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围堵、遏制、打压就开始加大力度，但结果却令美国大为失望。中国非但没有就此屈服，反而是越挫越勇。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打压就更加歇斯底里，开始频繁朝着最不能触碰的红线下手。世界各国都十分清楚的一点是，祖国统一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事关中国崛起是最不能触碰的底线问题。美国也清楚这一点，却仍然选择剑走偏锋。面对这样的挑衅，我国已经无法再继续容忍了。9日深夜时分，我国国防部以及东部战区连发2则警告，话说得很重。第一则是国防部新闻局官方账号发布的警告。据悉，这是国防部针对美国国会议员窜访对岸发表的一则警告。显而易见，美国这一做法已经逼近中方红线。某种程度上，美国如此铤而走险，也说明了他们在应对中国崛起时已经图穷匕现，无牌可打了。结合过往的种种事实来看，美国所谓的保台言论不过只是一席空话而已。在一些实质性问题上，美国都在极力避而远之，这也最大程度地说明他们其实也是在赌，一旦大陆真的下定决心，美国是断然不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不久前，美国海陆空3军接连曝光了重大问题。在空军上，他们的优势正在一步步被中国空军侵蚀；在海军上，大型舰艇的数量落后中国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陆军上，流营率高涨也是最大程度地制约了美军战力。美军优势丧失，再加上中国本土作战优势的加持，胜负已然十分明了。所以说，拜登只是在赌，却没有真正迈出最后一步的勇气。第二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官方账号于同一天深夜发布的警告，这是一则东部战区在台海方向战备警讯的通知。结合美国议员挑衅以及我国做出军事反应的时间巧合性来看，这一次军事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的一次严重警告，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军一直保持在高度戒备状态。更何况深夜接连2则警告，其背后所代表的事件属性绝对是不一般的，统一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一旦美国等挑衅势力选择铤而走险，那么后果将是他们无法承受的。正如国防部警告的那样，只会将他们带入深重灾难，这足以见得这次警告我国话说得很重。说起俄乌这2个国家，当属俄罗斯是否向乌克兰增兵，乌克兰军队猛攻卢甘斯克这2件事最为关注。至于前一个事情，俄罗斯已经公开澄清，这属于污蔑。
而后一件事却是让我们感到最为疑惑的，为什么在这个寒冷的季节，乌克兰选择要出手？这一切的背后又在说明什么？而美国的态度很好的把这一切都给暴露了。据悉，美国一直在密切观察俄罗斯的动向，尤其在与乌克兰有关的事件上表现得格外担忧。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与普京就俄乌关系展开密切对话，而且还是亲自前往莫斯科，将这一诚意拉到了满格。美国口头上是说着询问俄罗斯的意图，双方就此事展开和平对话，并借此缓和俄乌两国的关系，但是喜却话中有话，直接警告俄罗斯不要对乌克兰动武。在美国的主观意识里，就是俄罗斯单方面对乌克兰进行打压，不给后者出路。不得不说，这句话有多让人恼火。要知道，俄罗斯在乌边境增兵是美乌单方面指控的，在俄罗斯公开说明以后，美乌还就这件事情还不依不饶，更不用说乌克兰的行动还在进一步过火，先是在乌东地区挑火，后是铁了心想要收回东卢，都是在俄罗斯底线上蹦跶。有关人士分析，乌克兰选择在这一寒冷时刻出手，带有很大目的性。一方面，因为北溪二的完工，使得乌克兰面临着一个窘境，俄罗斯摆脱了对乌克兰管道的依赖，损失了很多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巨额的损失下，乌克兰急需美国援助的资金。在这一情况下，乌克兰必然要更加亲近美国，并满足后者的要求。而现在美国公然对俄罗斯甩脸色，就是在给乌克兰发出信号，其接受到了乌克兰的事诚，也很乐意提供帮助。有了美国的这句话，乌克兰必定会更加的卖力，也会更加的想要拿到这笔钱。事实上，乌克兰在俄罗斯眼皮子底下行动，俄罗斯会不知道吗？反观乌克兰，要是真的有这胆，为何要挑这一时间段？很明显，乌克兰选择在冬季开战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但是如果换个角度看，一切就合理了，那就是乌克兰完全是在打空炮，想要美国的资金，却又不想作为。而这种可能性很大。面对俄乌诡异气氛的情况，乌克兰一旦出手，必定要承受俄罗斯的怒火。乌克兰委婉示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何乐而不为呢？如果真是这样，这对俄罗斯来说或许是件好事，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看美国吃瘪的场景，连门票费都省了。虽说因为自身经济的缘故，美国当前看似有着衰落的迹象，可实际上，现如今的美国凭借着其庞大的航母规模，依然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但随着科技的发展，航空母舰已经满足不了这个国家了，还一直在想方设法地增强军事力量，以维持其世界老大的地位。在上周末，美媒的爆料中，美军的空中航母开头已打造成功，通过 C-130，美军成功地捕获了一架在飞行中的 X-61小精灵，这是美军首次成功在空中回收无人机。毫无疑问的是，在取得了一个良好的开头后，美军必将开始全力打造空中航母，而且一旦美军完成基本的构架，那未来的战争模式必然会被美军颠覆。可能会有观点疑惑，这不就是接收和发射无人机吗？有什么好颠覆的？可仔细深入思考一番，我们不难判断出，在美军对空中航母这个项目不断研究深入后，其必然能够做到释放出大量无人机。那么将这些释放出来的无人机用作于深入敌后进行情报搜集、侦查、监视乃至自杀打击的话，那对敌军来说会是一个怎样的噩梦？必须承认，美军的战略眼光看的还是很远的，但该项目就目前的科技水平而言，美军想拿出一个成品，就必须得面对一个巨大的难题，也就是动力难题。因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引擎能够提供足够的推力，使美军计划中的空中航母飞向天空，并使其顺利运转。据了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的洛马公司专门设计了182台升力发动机，除此之外，还有4台大型涡扇发动机为其提供推力。这样加在一起的话，就可以达到220吨的推力。这样的话，可以使这个作战平台在空中以 0.8 马赫的速度在空中维持41天。同时，洛马公司还给出了一份 B 计划，那就是使用核动力。但不管是常规动力还是核动力，美军在这一块的研发都需要时间，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事情。为此，我们也不用太过于担忧这一武器会对中国造成什么伤害。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美军空中航母的想法，有军事专家认为，虽然想法很科幻，但这件事本质上就是军备竞赛。为此，负责美军新一代战争的美军参谋查尔斯·巴图企图祸水东引，称美军当下之所以会加大在无人机方面的研究，主要原因来自于中国无人机技术的发展令美国感到紧迫。可实际上，就算中国成功研发出了空中航母，顶多就在空中对美军造成一定的威胁。可美军一旦研制成功，那么他们将会拥有空中、海上2大威慑手段，彻底将我们压制在陆地上。